16國歷史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，別人都在稱帝建國，逐鹿中原，只有他手握重兵，雄居涼州，卻一輩子沒有稱王，更沒有稱帝。可偏偏就是這個人建立了16國中延續時間最長的漢人政權前涼。張軌，西漢長沙景王張耳的第17代孫，青年時就以才學聞名。起初繼承叔父恩蔭的五品官，在洛陽先後擔任過太子舍人、散騎常侍、征西軍師等職位。八王之亂爆發後，他看清西晉政局已不可收拾，於是張軌把目光放到了涼州。他還為自己進行占卜，視之欲太之冠，乃頭側喜悅，霸者造也。事後證明，張軌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。晉惠帝永寧元年，公元301年，張軌出任涼州刺史兼護羌校尉，大舉修築布藏城，也就是今天的甘肅武威。他任用本地賢才，共治涼州，勸克農商，開辦學校，阻擊入侵的鮮卑部落，同時聯合涼州四部鮮卑，保境安民，政績突出，入朝納貢，對進士司馬家十分敬畏擁戴。永興元年，公元304年，八王之亂致使洛陽戰火不斷，張軌派3000涼州鐵騎東赴京師，保衛天子。同年，鮮卑貴族若羅拔冷在涼州叛亂，張軌派遣司馬宋沛進行征討，斬殺若羅拔冷，俘虜10餘萬人，張軌威名大振。晉惠帝派使者封他為安西將軍、安樂鄉侯，食邑1000戶，後又升任車騎將軍，開府逼召，儀同三司。元熙2年，公元305年，張軌大規模修建姑臧城與修圖城，在兩城基礎上增設4城，共6城。姑臧城本為匈奴所建，南北長7里，東西長3里，地勢如龍形，又稱臥龍城。永嘉元年，公元307年，東羌校尉韓志擅自誅殺秦州刺史張輔，公然違抗朝廷。張軌部下楊穎認為，如今天下大亂，各地理應同心勤王，韓志卻擅殺封疆大吏，如果坐視不理，朝廷威嚴將蕩然無存。於是勸張軌立即出兵討伐。張軌採納建議，卻並沒有急於進軍，而是先派人給韓志送去一封書信，勸他歸順朝廷，共同平定亂世。韓志得知張軌已率數萬大軍壓境後，不戰而降。經此一役，張軌進一步贏得朝廷和宗室的信任。當時駐守長安、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的南陽王司馬謀，甚至將天子御賜的寶劍轉贈給張軌，並對他說：“自隴帝以西，一切軍政大事皆委託於你，此劍如同權杖。”隨後任命賈康繼任秦州刺史。元熙5年，公元308年，劉淵在蒲子稱帝，國號漢，改元永豐。隨後命劉琮率軍南下，大敗東海王司馬越，兵臨洛陽城下。張軌派遣北宮純馳援洛陽，北宮純率西涼軍夜襲匈奴大營，斬殺劉琮部下征虜將軍呼延浩，大司空呼延義也死於軍中內亂。涼州軍取勝，加上各路秦王軍陸續趕到，逼迫劉琮退軍。同年，張軌因患中風，不能說話，命兒子張茂代管涼州。酒泉太守張正暗中勾結秦州刺史賈康，想要取代張軌，還秘密派人到京師，請尚書侍郎曹區任西平太守，同謀互相勾結，把持地方。張軌別駕驅曹，想借機專權，又派人到長安，向南陽王司馬謀謊稱張軌身體殘廢，請朝廷讓賈康接任。賈康也打算赴任。賈康的兄長責備他說：“張公是當今名士，在涼州威名卓著，你有何德何能可去代替他？”賈康便打消了念頭。朝廷又任命侍中袁玉為涼州刺史。侍中楊旦快馬趕到長安，割下耳朵放在盤上，訴說張軌招人陷害。南陽王司馬謀便上書朝廷，制止了更換刺史一事。然而，企圖顛覆張軌的陰謀並未就此結束。張正的弟弟張悅當時聽聞有讖語說張氏將雄霸涼州，張悅自認才幹能應驗此言。當時他從隴西內史升任涼州刺史，並出征漢中。為了掌控涼州，
便托病回到河西，暗中謀劃取代張軌。他派兄長張正聯合曹區傳書各郡罷免張軌，由軍師杜丹代管州務，並讓杜丹上表朝廷，請任自己為涼州刺史。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逼宮，張軌回應道：鄙人身患重病，本就打算隱退讓賢，只因職責未了，不便貿然離去，不料竟有人借機生事，實在不明白我的心意。鄙人把離開涼州貴地看作如同脫掉腳上的鞋子。張軌隨後命主簿魏毛攜帶奏表進京，同時備好車馬，準備返回宜陽養老。涼州長史王榮參軍孟粲用腳踩斷張正發來的文告，推門勸諫張軌說：進士多變，人民塗炭，實在依仗民工安撫西方。張正兄弟膽敢放肆作亂，因宣明其罪行而誅殺叛黨，不能成全他們的野心。張軌沉默不語，王榮等人隨即下令戒嚴。同時，武威太守張恬因不滿張悅企圖取代張軌，派其子張坦快馬奔赴京師，上表陳情稱：百姓如失父母，不宜輕動一番，力保張軌。永豐2年，公元309年，張軌任命兒子張實為中都護，率軍討伐張正，又派張正的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去勸說。令狐亞曉以利害，勸其歸降。張正見張實大軍壓境，痛哭流涕說：我這是為他人所誤，將罪責推給公曹魯年，並將其斬首。隨後向張實投降謝罪。張實隨後南下討伐曹區。同時，張坦也從京師洛陽趕回，晉懷帝特下詔慰勞張軌，依准與張軌關係頗好的南陽王司馬謀所奏，下令誅殺曹區。此時張軌大喜，隨即對涼州境內進行大赦，命令張實率一員宋沛率步騎兵3萬餘眾討伐曹區，另派從事田迥王鳳率800騎兵從姑臧西南出10旅，占據長陵。曹區派屈草在黃板一線設防抵抗張實大軍，張實從隱秘小道通過葛門，再破槍與曹區交戰，斬殺曹區及其楊門將田銷。屈草畏罪潛逃，下落不明。而幕後操縱的張悅見勢不妙，逃往鄴城，涼州自此安定下來。光興2年，公元311年，漢軍攻陷洛陽，俘虜晉懷帝及洛陽宗室官員。張軌派遣的北宮存轉守南陽王司馬謀駐守的長安。不久，劉暢又攻長安，兵至下跪，司馬謀出兵戰敗投降，被劉暢殺害。北宮存也被押往平陽。後在漢趙官至尚書。當時晉懷帝的侄子秦王司馬業在一眾官員的精心護送下逃入長安。張軌立即傳檄關中，號召各地擁立司馬業繼承進士正統，準備派都護宋沛率步騎2萬作為前鋒，馳援長安。西中郎將張實率中兵3萬，武威太守張恬率胡騎2萬隨後東進，約定於中秋在臨近會師，共同保衛關中。然而由於世事多變，出兵之時未能按計劃行動。為躲避中原混戰，關東和關中地區有很多世家大族、宗室子弟、商贾百姓等流入涼州。張軌設置五新郡、晉興郡以安置流民，又遷徙部分流民至晉昌郡居住。太府參軍索輔向張軌进言道：自古使用貨幣交易，就是為了避免以糧食、布帛交換帶來的損耗。兩漢以來，五銖錢流通天下，商貿往來從未斷絕。自太史年間河西荒廢後，錢幣廢止，人們只能割布計值，布帛既容易損壞，交易又極為不便，還白白耗費百姓織布制衣的勞力。如今中原雖戰亂不休，但涼州安定，應當恢復五銖錢的流通。張軌採納這一建議，穩定了涼州境內的經濟秩序。涼州與西域的貿易也很快暢通起來，西域商品大量流入河西等地。張軌恢復貨幣流通，也成為魏晉時期重大的經濟事件，其意義和影響無比深遠。嘉平2年，公元312年，秦王司馬業被立為皇太子。
派使者前往涼州，拜張軌為驃騎大將軍，一同商事，以表彰其擁護進士之功。張軌堅決辭謝。同年，秦州刺史裴豹、東羌校尉關羽據險自首，切斷使路與糧道，導致先前計劃前往長安護衛的新封君宋沛受阻。張軌命宋沛率軍前去討伐。另一邊，西平人王叔又聯合曹區餘黨，在酒泉郡福祿縣起兵，脅迫前福祿令屈可為首領，拘禁酒泉郡太守趙乙，與東面的裴豹等人相互呼應。計劃與宋沛同時護衛長安的張氏聞訊後，立即回軍討伐，斬殺王叔等人，同時命副將左都護殷郁南下攻打裴豹。殷郁在峽西擊敗裴豹，裴豹兵敗逃往柔薰屋，最終被誅殺。由此，護衛長安的計劃也不了了之。如果你是張軌，在當時錯綜複雜的情況下，會如何選擇？永嘉7年，公元313年，晉懷帝在平陽遇害，司馬業繼位，是為晉閔帝。晉閔帝升任張軌為司空，以酬其擁護進士之功。張軌仍堅持不受，同時漢趙大將劉曜進犯北地，兵鋒直逼長安。張軌又派參軍屈討率3000兵馬入關，支援晉軍，保衛長安。建興2年，公元314年，晉閔帝派大黃奴辛潘前往涼州，拜張軌為侍中、太尉、涼州牧、西平公，但張軌依然堅決辭謝。同年5月，張軌臥病不起，自知時日無多，臨終前留下遺言：我一生無大德於人，如今大限將至，一切從簡，以普通棺木安葬，不必陪葬金玉，還望諸位輔佐我兒張氏恪守成典，聽從朝廷號令。隨後，張軌上表朝廷，請求冊立長子張氏為世子。5月己丑日，張軌病逝，終年60歲，葬於建陵。朝廷追贈侍中、太尉諡號武功。張軌去世後，張實繼任涼州牧，繼續執掌涼州政權。張軌治理涼州13年，始終以金朝臣子自居，多次辭謝高官厚祿。然而，在當時西晉已經奄奄一息的大勢下，你覺得他能力挽狂瀾嗎？同時，張軌也為河西奠定了穩定的政局和堅實的經濟基礎，使河西成為北方漢文化得以延續的一片淨土。這片文明火種最終也穿越100餘年的亂世，成為後來北方統一與隋唐盛世的重要文化根基。雖然他一生沒有稱王稱帝，但他是前涼政權的奠基人，波瀾壯闊的武梁歷史也由此開啟。建興4年，公元316年，漢趙將領劉曜攻陷長安，晉閔帝司馬業投降。公元317年，南陽王司馬睿在建康稱帝，建立東晉。當時拒用東晉建武泰興年號，繼續沿用西晉建興年號，且不再受中央節制，前涼正式建立。